淮阴侯，何来无恙啊？淮阴侯，才离开几天呢？连面见天子的礼节都忘了？臣恭迎皇上陛下。起来吧，我都到这儿了，你也不请寡人进去坐坐。陛下请。都出去。陛下，出去！我要与淮阴侯单独谈谈。人呢？家里只有在下一人。陛下，你现在就捕杀在下吧。我要想杀你，杀你10回都有富裕。你在天鹰台和钟离昧决斗，寡人率大军就围在山下。我要想杀你是举手之劳。杀了你没有啊？陈平啊，你可知这钟的来历？回陛下，这口古钟，据说是春秋年代所造，是楚国匠人即墨所铸，撞出的钟声100里之内清晰可闻。钟声悠远，似我深情。你说寡人的钟声，追美人能听见吗？陛下，臣知道陛下的心情，陛下是思念追姑娘了。哎呀，你光揣测寡人的心思有什么用啊？要理解寡人的思念之苦才好啊！请陛下宽心，臣已经嗅到了一丝追美人的气息，要想赢回追美人，尚需时日，还请陛下耐心的等待呀。哎，等待，寡人是度日如年呐。哎，侯有侯，寡人问你，寡人是为何呢？要说这天下的美人，寡人并不缺乏，为何单单放不下这追美人呢？陛下，恕臣冒昧地猜测一下，是因为韩信一再犯上抗军，陛下放不下天子的颜面。都说知我者陈平也，我看你也是徒有虚名。臣愚钝，还请陛下垂训。陈平，你听见了吗？钟声辽远，犹如岁月悠悠，白驹过隙，转瞬即逝啊！寡人自从沛县起事以来，戎马一生，拼杀闯荡，最终成就了大汉的一统天下。人呐，在马上无暇细想，江山已定，却蓦然发现，寡人已经50有6，来日无多了。万岁！你们口口声声喊万岁，可是寡人心如明镜，最多能活100岁，哪有什么万岁？人生最美好的岁月，已经留在了沙场上。
留下来的是无尽的权利，还有皇位、金钱、美人。我真是受够了，我厌了。寡人为了天下，奉献了大好年华。 可是为什么你们就不让我真正的爱一个女人呢？寡人为了天下的百姓活了大半辈子，你们为什么就不让我为自己活活？陛下，臣明白了，陛下，您是动了真情了。人生不安排，常怀千岁忧。 可谁又能解其中味呀？陛下，臣敢保证，陛下的真情如此感天动地，上苍会把追姑娘送回到陛下的身边的。陛下，陛下！ 我家是楚国临湘的望族，父亲辛夷和公子丹之父介推，都是楚怀王手下的重臣。介推被封为江夏王，父亲被封为临湘侯。他们又是生死之交的好友，因此，我还在娘肚子里的时候，父亲就和江夏王指腹为婚，把我许给了公子丹。坐。你爱他吗？ 爱过，可我现在才明白，那不是真正的爱，而是一种对亲人的依恋。因为就在我3岁的时候，我父亲战死在疆场上；9岁的时候，我的几个哥哥都在一次战争中血洒疆场。我10岁那年，母亲也因悲伤过度。 而一病不起。我母亲是个善良的女人，她一生的幸福就是生儿育女，相夫教子。可是我几个哥哥的死，对她打击太大了。 幸福就在一夜之间，被无情的命运击得粉碎。母亲死后，临湘侯家就只剩下我一个人。幸好我的奶妈也是个善良的女人，我们俩相依为命，直到我16岁那年。 奶妈把我送进江夏王府，与公子丹成亲。我为什么要单单选择那一天去攻城？不，新郎，这不能怪你。要是你那天不去攻城的话，我们也不能相识啊。说得对，是天意，是天意让我们在那天相识了。你还记得你父亲在城楼上骂我是胯下之夫吗？他说的没错，可那的确是我心中最大的隐痛。我来到这个世上，最让我记得的就一件事。我没有爹娘，他们是在一次像旋风般的瘟疫中一块儿死了。你那时多大？我也不记得。后来听乡亲们说，我娘死的时候，
我还紧紧地含着我娘的奶头，拼命地吸她的奶水。其实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。到我16岁那年，庭长有一天突然跟我说：“你长大了，长大成人了，应该独立了。我不能再给你饭吃了。”第二天，我就卖掉了我父母给我留下的那间草房，换了一把锈迹斑斑的宝剑，挎在腰上，开始了我漂泊流浪的生活。你为什么买剑呢？剑能让我自信，剑能让我感觉安全。我发过誓，我要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大将军，骑在高头大马上，我要自豪地对乡亲们说：“你们没有白给我饭吃。”你做到了。对，我是做到了。可你知道，在这之前，我受尽了屈辱。你知道，我这个胯下之夫的名称是怎么来的吗？有一天，我在集上遇到一个无赖，他挡住了我的去路。他说：“你腰上挎着个剑，你敢杀人吗？如果你敢杀了我，过去；如果你不敢杀我，从我的胯下钻过去。”我真的不敢杀他，最后我只能是屈辱的从他胯下钻过去。不，你并不屈辱。如果你杀了他，那才是懦夫。你真的这么认为？难道不是吗？你是这世上唯一跟我这么说话的人。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你。你知道吗？从我见你的第一眼，我就能从你的眼睛里看出一种刻骨铭心的孤独。可是，你眼神里的那种孤独，那种忧郁，令女人心痛，会让女人想紧紧地把你搂在怀里，轻轻地抚摸，抚摸你的头发，新郎，新郎。让我死吧，就这样幸福的死，就这样永恒。我害怕面对失去你的危险。你干嘛要说死呢？咱们应该好好的活着呀。你不是想做贵族吗？我一定要教会你做一个真正的贵族。新郎，床都铺好了，快来睡吧。今天晚上我不能睡这儿，我要睡在书房。为什么？我不是答应过你吗？要还你一个气派的婚礼，我要让你像贵族一样热热闹闹的娶进我家来。真的？嗯。那你什么时候娶我啊？我让百宝去长安打听，如果我们家都平平安安，我马上就结婚。好啊。啊，对了，咱们把花姐姐也接过来，
一起过日子好吗？唉，他就算了。就这么定了，好不好？嗯，你真好。你们这儿哪位是掌柜的？啊，我是。掌柜的，你这儿收剑吗？不知壮士卖的是什么样的剑呀？是一把好剑，是追风剑。这是春秋时期楚国的工匠莫邪所铸，几经流传，后被霸王项羽所用。楚国大将军钟离昧灭秦有功，霸王项羽就把此剑赐给了他。不知怎么又到了壮士的手里。掌柜的果然好眼力，此剑正是钟离大将军赠予我的。不过这么好的剑，壮士舍得卖？我急等着钱用。好，开个价吧。钟壮士，有事吗？这是500两，我要把淮阴府的家人全都赎出去。你看这些人，哪些是你府上的人呢？淮阴府的人，都站到我这边来。走走走，淮阴府的人都站到这边来。这个不行。为什么？有人已经交了定钱了，说是要回去做小妾。钟大哥，我要跟你一起走。那个人拿了多少银两？1两黄金。这是10两，够了吧？不行不行，我已经收了人家的定钱，他不能走，我不能收啊！哎呀哎呀！走。哎呀啊！进来。春柳，找我什么事啊？钟大哥，我给你编了个剑坠儿，你看。我现在用不着这个了。为什么呀？我没有剑了。你的剑呢？卖了。为什么要卖？男人的事，你们别问。你是把剑卖了赎了我吧？我说过，男人的事你们别管。时候不早了，你回去吧。不，我不走。钟大哥，你为什么要赎我？我是个男人。可别的男人为什么不像你？我也是个奴隶。钟大哥，你娶我吧。春柳姑娘，春柳姑娘，起来。钟大哥，我真的喜欢你，你跟王爷说说，求他恩准，就娶了我吧。不，春柳，春柳姑娘，钟兴不能娶你。钟兴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来问钟大哥个事儿，李大人找我干什么？夫人从牢里捎话来了，说要个侍女去伺候，你去吧。是。钟兴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也是刚刚才被放出来的。夫人，李中郎让我来伺候你。那王爷呢？王爷他怎么样了？
不知道。也不知道王爷，他还会不会管我？会的。这次王爷让我回来，就是让我想办法把你们都救出去。那你怎么还不快救我出去啊？我试过了，那没用。他们说你是侵犯，不能放。仲兴，我求求你，一定要救我出去！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出生在狱里，真的。夫人，你先别着急，仲兴就是想尽一切办法，也会把你救出去。先让春柳留在你身边，好好的伺候你。仲兴先告辞了。春柳，你留在这儿，要好好的伺候夫人。嗯，我知道。刚打的野味儿，卖野味儿啦！刚打的野味儿，侯府重地不得喧哗，走开！我卖我的野味儿，碍你们什么事儿了？谁在这里吵闹？我卖野味儿的。我们这儿不需要，你到别的地方去卖吧。这位兄弟，我不光卖野味儿，还想寻个人。找谁？淮阴府上的卫士，仲兴。你是谁？散淡之人。你找仲兴干什么？有人托我给他捎句话。他是谁？淮阴人，韩信。你跟我来。哎，那个猎户进去了，肯定是眼线。这样，你在这儿盯着，我去报告陈大人。哎，快去快去！这么说，王爷是不想回来了？大将军本来是想伺机渡江东去的，可不知道为什么要我替他建造了一座草舍，他要跟追姑娘在那儿过日子。哦，王爷一定还不知道，皇上已经把他赦免了，所以才不敢回来。白兄弟，你告诉王爷，说我们都回来了，除了夫人。行，我回去一定转告将军。啊，仲兴啊，你随白先生去一趟王爷那儿。我这儿给王爷写了一封书信，家里的情况都在书信里，你亲自交给王爷。好的，请转告王爷，我们都很想他，请他放心，家里一切都好。知道了。我输了，收了吧。我来吧。哎，白宝这几天怎么没过来呀？哦，他正张罗着给别人的妹妹结婚呢。哦，就是那个13郎的妹妹吗？对，今天结婚。今天结婚？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啊？我从来都没见过平民结婚是什么样呢。你想看吗？想啊。走，我带你去。好。妹妹要出嫁，哥哥奔远行，新娘出门喽！这里马上就要开始背新娘。上路！
以回家了。好了好了，新郎把我放下来吧。哎，真没想到这乡下的婚礼啊，这么有意思。那你刚才哭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我只是听到13郎兄妹两个说话，心里特别难受，因为我从小就失去了哥哥。没问题，从今往后我就是你哥哥。那不行，你怎么能当我哥哥呢？你是我的新郎。哎，新郎，你娶我的时候也这样好吗？好啊，可是你没哥哥，谁来背你？哎，忠心啊，忠心可以背我。那不行。为什么呀？他是个奴隶，奴隶怎么可以当你的哥哥呢？再说，奴隶不可以跟贵族攀附啊，他自己也不敢同意。你赐他自由身不就行了？可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事儿。他没跟你说过，你也应该想起来呀。你看这么多年，他忠心耿耿的一直伴随着你。你不赐他一个自由身，我都替他叫不平呢。好，好不好？考虑考虑。王爷，追姑娘。忠心，快起来。起来吧。谢王爷。你怎么到这儿来的？我跟白庄主一起来的。家里情况怎么样？李中郎有书信给王爷。王爷，别来无恙。自从你和追姑娘走后，御林军查抄了淮阴府，把属下等关进大牢。皇上知道后，龙颜大怒，说王爷为红颜冲冠一怒，也在情理之中，何况是开国功臣。皇上即下令释放了属下等，并修缮了淮阴府，发给了慰劳钱粮。王爷，属下以为圣上的确宽大为怀，并未因出走之事而责难王爷。江湖散淡，但不是久居之地。王爷是叱咤风云的英雄，何去何从？请王爷三思。花姐姐怎么样了？还关在牢里。你怎么没把她救出来呀？我找过夏侯婴了，他说皇上有旨，暂且不放。花姐姐身怀有孕，不能长期在牢里待着。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她尽快救出来。众星尽力而为。忠心，你这次来就别走了，这草舍还有你的住处。属下听从王爷吩咐。你今年多大了？大概20有8了吧。你跟随王爷这么多年，现在也没有征战了，你为什么不成个家呢？王爷没有吩咐。男大当婚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啊，为什么要听王爷的吩咐呢？你府上有没有中意的人？如果有的话，新追愿意为你说情。谢谢追姑娘。众星吃饱了。那好，我替你铺床去。是。来，忠心，你今天就住这儿吧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你今天来之前，我们去村里参加了一个婚礼，是13郎家的妹妹，可有意思了。他妹妹出嫁的时候，是由他哥哥背着出门的。村里的风俗都是这样的。我跟新郎也要举行一次这样的婚礼。啊，对了，到时候你来当我哥哥，背我出嫁好吗？众星不敢。为什么？我是个奴隶。我知道你是个奴隶，可现在不比从前了，我们也不再是贵族了。你记住，你现在应该是个男人，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。
钟大哥。好了，你一路上也辛苦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新郎，都这么晚了，喝口热汤吧。哦，追妹，来坐下。追妹啊，你看，刘邦到底什么意思？他既不追究我的抗旨之罪，又放了我府上的人，还归还了我的爵位，还修缮了淮阴府。你说他到底什么意思？他还能有什么意思？肯定是被我们的爱情打动了吧。可是他为什么还扣着花样红不放呢？那你说，他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只有一点，那就是对你还没死心。那咱们就马上结婚，打消他这个念头。我就是这个意思。不管怎么样，咱们要想办法，一定要把花姐姐救出来。啊！花样红，你要知道，她肚子里怀着你的孩子啊。好，我会想办法啊。王爷，好身手啊！你的剑呢？丢了。丢了。剑是武士的魂，你却给丢了。众星无能。这把追风剑项羽用过，钟离昧也用过，到了你这儿，你却给弄丢了。请王爷治众星的罪。这有什么罪可治的呀？一会儿找追妹拿点钱粮，再重打一把。武士的腰间不能没有剑。谢王爷。起来吧。待会儿用过早饭，你就立即赶回京城。我有书信给李舍。是。记住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住在这儿。众星明白。好。春柳啊，李中郎来信说买来的奴隶都是生手，叫你回去带带他们。可是，夫人，那你这儿呢？我这儿也没什么，反正我这儿也没什么事儿，我也习惯了。你呀，就放心我吧。啊，是。回去跟他说，王爷在的时候对他不薄，让他赶紧想想办法把我救出去。夫人，我看府上也就忠心靠得住。就是啊，可是忠心他只是一个家奴啊，可他比好多男人都强。怎么了？你喜欢上他啦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？啊？哎呀，夫人，忠心这个人呐，老实诚恳，这样的男人有什么不好呢？
可人家能看得上我吗？怎么不能呢？你是王爷家的家奴，他也是，你们正好在一个家，也不出门，多好。可是我……哎呀，没什么可是的啊，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罪过。钟兴这个人啊，我了解，你要是不主动开口，等着他说，那可难了。可是，那天我说过，他……这样吧，你叫他来一趟，我呀当面跟他说。谢谢夫人。真是一把好剑呐！陛下，这可是个宝贝呀！岂止是宝贝，简直是无价之宝啊！哦，此剑乃春秋莫邪所著，后来被项羽所得。钟离昧，他破秦有功，项羽将此剑赐给了他。如今这剑归寡人所有，都是英雄所用啊！项羽和钟离昧都是枭雄，陛下才是大英雄啊！大风习习，云飞扬，为家海内兮，归故乡。陛下太好了，真是威武不减当年呐！当年，项羽在坝上摆鸿门宴，项庄舞剑，意在于我。你说寡人今日舞剑，意在于谁啊？陛下，老奴愚钝，实在不知圣意啊。宣陈平，要是我与新郎也举行这样的婚礼，你愿意背我出嫁吗？钟兴，你也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，为什么就不把自己当人看呢？谁呀？是我，春柳。我有事想跟你说。我歇息了。李中郎，你春柳啊，你过来。怎么，你还在想那个家奴是吗？我告诉你，王爷已经把你赐给了我。李中郎，不可，不可！李中郎。
白宝啊！哎呦，大将军，失礼失礼，哈哈，快请快请。你够悠闲的。嗨，山村野民不在江湖，不居庙堂，只能休闲呀。哼哼。唉，当年的你，可不是这样。是啊，当年在汉中，你做粮都，我当司库。闲着没事儿，你和我读读兵书，当时可真是大有普天之下，舍我其谁的豪气呀！唉，可汉王久不任用，我是一怒之下辞官而去。萧何月下追我，苦苦相劝，我才随他回了营。刘邦见我胸有大志，任我为参将。从那时起，我便转战南北，叱咤风云，所向披靡，直至封将拜侯。是啊，将军功成名就，百宝却不才，卸甲归田，娶妻生子，当起了猎户。唉，可我呢，转了这么大的一圈，还不是回到了起点。跟你一样，隐居山林，赋闲在家呀。将军跟白宝不一样，白宝胸无大志，将军可是名扬天下的大英雄啊！英雄无用武之地喽。莫非将军想重出江湖？好了，别提了，我的汗血宝马安在。马儿啊，你现在跟我一样，只能在马厩里吃草料度日了。你本是西域的宝马，理应志在千里，是韩信耽误了你的前程。将军需要伤感。如果将军不甘久居山林，白宝愿意想办法送你们过江，重振大业。将军一旦踏归楚国，振臂一呼，肯定响应者众，中原旧部也多肯追随。只是天下甫定，百姓未必愿意开战呐。是啊，这也正是我的隐痛所在。常言说得好，得民心者得天下。刘邦虽然对我一再的逼迫，可治国安邦却卓有成效。这些天我看你装上了人心喜悦，丰衣足食，我是真不忍心重开战火，让百姓再受涂炭。大将军以天下为重，小的更加敬佩有加。天下，天下。白宝，你说，为什么刘邦能得天下，我韩信却不能得天下呢？大将军熟读兵书，知道不战而屈人之兵一说。如今天下一统，皇上身边谋臣良将众多，又善于纳谏，减负赦罪，让百姓休养生息，民心所向啊！江山积实渐牢，确实不易撼动啊。言之有理，言之有理。孩子们坐好了，抬头挺胸，等父王回来一块儿吃饭，好吗？新郎，父王，我今天留孩子们在这儿吃饭，我做了好多好吃的，来。追妹，这是在干什么？等咱们有了孩子，也像这样，好吗？孩子们，现在该干什么了？父王姓氏。
好，用吧用吧啊！孩子们多好啊，多可爱呀！新郎，快娶我吧，我真的很想要孩子。新郎，新郎，你怎么了？你到底怎么了？当着孩子的面怎么发火了？是孩子们惹你不高兴了吗？是我惹你不高兴了吗？新郎，你说话呀！新郎，咱们俩患难与共，难道还有什么心事不能对我说吗？新郎，新郎，你走吧，离开我吧。你让我走？我不能娶你。你说什么？对，嫁给别人吧，我真的无法娶你。新郎，你说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说？你不要问了，不能再问了。我不能说，我也不愿意说出来。新郎，你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？你为什么要让我走？我满怀希望，满怀幸福地跟着你，不管多苦、多累、多难，我都觉得无比快乐。可你让我走，为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让我离开你？我不能给你孩子。新郎，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是在垓下之战的时候，我率领30万大军围困项羽，为了3个月之久，未能攻下。身为统帅的我，只好身先士卒，率大军强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支箭射中了我。伤好之后，医师告诉我，箭断了经脉，今生无后。所以，当花样红告诉我她怀上我的孩子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肯定是别人的。可是我不能跟别人说，我也不愿意跟别人说，我怕世人笑话。你知道吗？不孝有3，无后为大。我堂堂的韩信一辈子，竟然无后。别说了，我知道。可是你又是那么的喜欢孩子，我真害怕，一旦娶了你，我真害怕看见你那绝望的样子。你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。新郎，娶我吧，我不要孩子。不行，这对你太不公平。不，新郎，我只要你，有你的爱，足够温暖我一生了。
追妹，这是我那未曾见过面的娘，在临死的时候给我留下的唯一信物。你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，让我给你戴上。追妹，我明天就娶你。信郎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好好的马鞍子，你把它撬坏干什么？你看，这不是和田玉璧吗？哪儿来的？这是当年啊，我打下魏国，在魏王豹的后宫里找到的。这东西啊，价值连城，我从来没拿出来过，哪怕是在最需要钱的时候，我也没动过。现在用上了，用它做什么？把它卖掉，给你举办一个盛大的贵族式的婚礼。你不说过吗？贵族的婚礼很讲究，我也要请很多乐师、杂戏班子，然后呢，给你做春夏秋冬24套衣裳，还有珠宝首饰，还有许多的不。它还有更重要的用场。还能有什么用场能比你的婚礼更重要？用它把花姐姐换回来。干嘛要换她啊？新郎，你要知道，她怀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孩子啊。孩子比什么都重要。那我用什么给你举办婚礼呀？咱们那天不是看见了吗？就按当地的风俗举行一次婚礼，热热闹闹的，又花不了多少钱。那不行，你是凌香侯家的公主，我不能委屈你。其实，什么形式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对我的爱。只要你爱我，就够了。自从我破坏了你的第一次婚礼，我发过誓，一定要还你一个更盛大的婚礼。可是我现在改变主意了，我就想当一回乡村的新娘，痛痛快快的哭一回家。成亲？对呀，新郎明天就要娶我了。你们不是已经……白宝啊，我跟追妹虽然同居已逝，但尚未举行婚礼。我答应啊，要给追妹一个像样的婚礼。啊，就像碧荷那样的婚礼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追姑娘，那可是乡村野俗啊。我喜欢啊，而且我还要有一个哥哥背我出嫁呢。可是将军和姑娘只身在外，哪儿去找一个背你出嫁的哥哥呀？我想好了，我就请白大哥你来背我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可不敢。有何不敢的？姑娘是金枝玉叶呀，我白宝可是粗汉子。白宝，你就答应他吧，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总之一切都按他说的做。既然这样，那追姑娘今儿晚上得住我家，明儿一早我把她背过来。行啊，新郎，我又找到一个娘家了。等着吧，我给你们张罗去啊！多谢啊，白大哥。好。哎呀，你干嘛呢？烧锅开水。烧水干嘛？又不烫猪毛。嗨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大将军跟追姑娘要成亲了，追姑娘要我背嫁，我得好好洗一洗啊。
淮阴侯，何来无恙啊？淮阴侯，才离开几天呢？连面见天子的礼节都忘了？臣恭迎皇上陛下。起来吧，我都到这儿了，你也不请寡人进去坐坐。陛下请。都出去。陛下，出去！我要与淮阴侯单独谈谈。人呢？家里只有在下一人。陛下，你现在就捕杀在下吧。我要想杀你，杀你10回都有富裕。你在天鹰台和钟离昧决斗，寡人率大军就围在山下。我要想杀你是举手之劳。杀了你没有啊？没有。你携追姑娘出逃，被沈一击追上。要不是寡人派陈平暗中保护你，你今天还能跪在我的面前吗？谢陛下不杀之恩。我为什么要杀你？你是我兄弟啊，兄弟如手足啊！你说我能砍下我的左右手吗？啊！成皋之战你知道，项羽追得我们是屁滚尿流啊！在战场上有周勃跟我的家人，这时候马上就要被追上了。我想一定得保住大将啊！我就把我的太子还有公主都推下了车。我这样做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兄弟。陛下弃子就步，早就传为佳话。我呀，虽高居庙堂，但孤独临风，高处不胜寒呢。你说你们为何就不理解我，还猜忌我，动不动的就负气出走？你说你作为兄弟这样对吗？臣也是出于无奈吗？出于无奈。好，淮阴侯啊，我知道你对寡人有误会，所以今天就亲自登门拜访，跟你好好的聊聊，消除这误会。那陛下请坐下谈吧。淮阴侯，你最近突然变得儒雅了，是追姑娘教你的？哎，怎么没见着追姑娘啊？她可能串门去了吧？哦，哎呀，
可惜又是无缘相见呐。陛下不是有话要找我谈吗？这都是什么？哦，那都是乡间自酿的米酒。自酿米酒。哎呀，好酒好酒！淮阴侯，咱们斟一盏乡间美酒如何？啊？怎么，舍不得让寡人喝？陛下，请吧。夏侯将军，我看陛下也太大意了，你是不是带几个精兵强行进去吧？我，啊，我可不敢。这陛下的脾气你还不知道？怎么，这剑眼熟吧？这是追风剑，怎么在陛下手里？都说此剑乃英雄所用，有人就献给我这个大英雄。淮阴侯啊，你负气出走，寡人是朝思暮想，心急如焚。这盏酒，寡人就先向你赔个不是。不敢，该臣敬陛下才是啊！哎呀，淮阴侯啊，你看看今天没有外人，免了这些俗礼行不行啊？咱们能不能像兄弟一样坦诚相见，直抒胸臆呀？行。好。你呀你呀，为兄的，哪点对不住你？你要负气出走啊你！自从韩信跟随陛下之后，转战南北，出生入死，一生颠沛，好不容易才碰上追姑娘这样倾心相爱的女子，陛下你干嘛要横刀夺爱呢？我就知道，你是为追美人冲冠一怒。可你想过没有，为兄的为何要向你索要美人呢？臣下不知。天意，天意。说来你不信吧？白登之战，我被冒读40万大军所困，是人困粮绝呀。寡人是几近绝望了。哎，就在这个时候，陈平啊，在一个画匠身上发现了一幅帛画，帛画上的那个美女呢，正是新追姑娘。就是凭着这张画，寡人才得以死里逃生啊。回到宫里，我启问上苍，上苍托梦告知，说此女乃是上苍所赐，是辅佐我大汉江山的。有这等事儿？信不信由你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即便如此，寡人也没记恨你吧，而是网开一面，放了你的家人，放了你的侍妾，就连通缉的告示都未曾张贴。为兄算对得起你吧？陛下，这件事微臣处置的是不太妥当。不过陛下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先诓我的齐王印，夺我的楚王爵，又把我锁在京城，给了一个淮阴侯的虚衔？你明明是软禁嘛！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。
寡人是一国之君呐，我必然要为一国的百姓考虑啊。不错，从反秦开始，5年楚汉相争，直到今天打下了大汉江山，你韩信是立下了大功的。但可是你想过没有？8大藩王是拥兵自重，一个不如意就举旗谋反，你说老百姓还怎么安居乐业呀？可我韩信从无谋反之心。哎呀，我相信你没有，但是你能肯定其他的藩王不会有吗？彭越不是已经举旗谋反了？还有英布也是蠢蠢欲动，而淮阴侯你比他们更明白事理，所以你不谋反。可是你这件事儿啊，确实对不起我这个长兄啊。陛下，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，那我就直言相告。说。陛下说了，追姑娘是上苍所赐，你非要不可。好，那是你的事。可是我跟追姑娘一见钟情，韩信绝不放弃。你我是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啊！你刚才说绝不放弃，寡人也不会放弃。虽然现在追姑娘在你手上，可是寡人坚信，总有一天，她会回到寡人身边的。你呀，帮寡人好好照看着她呀，千万别让她受委屈了。你们说是不是挺有意思的？是呀。虽说就在村里，可也有一段路，你可得小心点，别把公主给摔坏了。行了行了，你唠唠叨叨没完没了了。我难道还颠不出轻重吗？能被公主是祖上修下的福分，我能不念叨吗？行了，你快点就行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怎么大将军还不来呀？哎，白宝，你还不赶紧去看看？哎，行了行了，我去看看。哎，还没弄好呢。陛下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别忘了，寡人是天子。你带了不少御林军，把我的草舍都包围了吧？没带御林军，只带了少许的随从。你不打算今天把我绑走吗？哼！我进门的时候不就告诉你了吗？寡人从未有此念头。一来呢，是看望你们；二来呀，寡人有件事，请你帮我拿个主意。请，陛下，有什么话尽管问。这几年呢，匈奴冒毒一直觊觎我中原，骚扰我边疆，使我心头一虑啊。寡人想拜你为大将军，统领兵马，威慑莫图。
可你这一走呢，朝中就这么几员大将。你看，谁能担当帅位啊？论资历嘛，周勃不短；但论运筹帷幄，少逊一筹啊。那樊哙呢？这倒是员猛将，性格太暴戾。什么？他呀，性格暴戾，难以服众。那夏侯婴怎么样？你说谁？夏侯婴。没错，夏胡子对陛下您是忠心耿耿，可是他好大喜功，又爱贪杯，不易担当重任呐。那看来就只有吕产了。陛下，吕产可是皇后的侄子，如果你把重兵全都交给他，你还能高枕无忧吗？陛下，好了，不说这个了，酒也饮了，话也说了，寡人该告辞了。哎，陛下，别走，还有酒没喝呢。这还有什么酒啊？喜酒。喜酒？什么喜酒啊？我的啊！你有喜酒了？你跟谁啊？明天啊，明天我就跟辛追姑娘成亲了。你看，我收拾了这么多东西。来人！陛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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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！你说过让我好好照顾他，让他不要受委屈。陛下，我只有跟他成亲，我才能真正照顾他。陛下，陛下，去！很好啊，寡人喝多了是不是？陛下，你喝的太多了。是喝的太多了。寡人要起驾回宫了。寡人要起驾回宫。陛下，陛下。你是天下难得的帅才，现在朝中正是用人之际，你不能总蜗居一次。什么时候想出山，随时来找寡人。大汉的帅位，虚席以待。陛下怎么了？陛下起驾回宫。陛下，臣什么人？陛下，这是臣在汉中当楚阳官时候的司库白宝。啊，行了行了。白宝，韩大将军暂居此地，你替寡人好好的照顾他。是。韩大将军，他真的是天子啊！
这件事绝不能跟追姑娘提起。那喜事怎么办？缓缓吧。大王，去叫追姑娘回来，我有事跟你说。好吧。哎，百宝回来了！百宝回来了！哎，娘子，韩大将军呢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将军来不了了。那婚礼怎么办呢？将军说先缓缓再说。那新追姑娘呢？让秀禾跟他们说一下，待会儿我跟大伙儿解释解释。是吗？真的？姐姐姐姐，刚才听白大哥说婚礼不举行了，叫咱们都回去呢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不知道。哟，那追姑娘，我们先回去了。是啊。好，那你们先回去吧。好，我们走了，我们走了。走吧。哎，追姑娘，有什么事儿再喊我吧。啊，好，谢谢啊。我们先回去了，走吧。我们走了，走。新郎，新郎，新郎，呵，怎么这样子啊？你不放弃，我也不放弃。喝多了吧？我没喝多，我告诉你，怎么喝成这样了，还说没喝多？我真没喝多。他喝多了，他说他不放弃，他不放弃。都是自己的。这个酒要喝，要喝。新郎，刚才谁来过？不放弃，绝对不放弃。新郎，你醒了。你守了我一夜。你昨天醉成那个样子，人家怎么敢睡啊？真对不住你。你还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昨天是谁来过？一个老朋友，多年的老朋友，你不认识。既然是老朋友，你为什么不把人家留下来？留下来喝完喜酒再走啊？留下就麻烦了。有什么麻烦的？你别问了，你一夜没睡了。来，
去睡会儿啊。不了，走，我不困。你告诉我，到底是谁来了？是不是刘邦来过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只有皇上才配这种剑髓。不告诉你，就是怕你着急。他怎么知道我们住这儿？我也不知道。他来干什么？说是来看我的，显然是冲你来的。他还没有死心吗？他不会死心。他死不死心也没有用，我们的婚礼照样举行。不行。为什么？他扣住华阳红。他说，华阳红是他亲口封的侯爵夫人。如果我们结婚，华阳红死定了。这老匹夫太歹毒。那你是怎么想的？少苍为什么这么追我？第一次婚礼是遇到你攻城，喜事变成了丧事；第二次婚礼又被刘邦冲散。既然天意如此，心却也认了。我绝不会让他得到你。坠梅，这样这个地方不能再久住了，咱们赶紧离开。你收拾东西，马上就走，现在就走。王爷，李舍，走不了了。你怎么来了？王爷，属下是冒死闯进来的。为什么？吕产率京城禁军已经封锁了所有路口，属下是重金雇了后山的猎户带路才来到这里的。吕产有什么权利封锁路口？是受皇后指使。皇后她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呢？这个属下不知道。不过王爷您想，皇上皇后本是一家人，这皇上都知道了。李先生，可我和信郎在这好好的过日子，又招惹谁了？又犯了哪家的王法？他们为什么不放过我们？追姑娘有所不知，吕雉的兄弟吕光因醉酒贻误战机，被王爷杀了，所以吕雉一直怀恨在心呢。信郎是大汉的功臣，皇上为什么纵容皇后如此对待功臣？如今是后党猖獗呀，皇上都为他三分。这王爷在京城的时候吧，慑于皇上对王爷的隆恩，皇后还有所收敛。如今王爷远在江湖，皇上就是想管，恐怕他也管不了了吧？爸，欺人太甚！欺人太甚！看来只能拼个鱼死网破。王爷不可，单拳难敌四手，何况要困在山中，要想化险为夷，还得从长计议啊。刘邦昨天软硬兼施，吕雉他今年兵戎相见。上苍，难道真的要灭我韩信吗？王爷不必悲伤，天无绝人之路。皇上的御驾还在江口镇，他还未回京。正是因为皇上的御驾尚未离开，吕产才不敢轻举妄动。不过就怕皇上回京之后。这么说，皇上是给我们护驾来了。姑娘聪明。信郎，李先生说的对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你先去和李先生商量商量对策，我给你们烧茶去。王爷，不如咱们出去走走，你也散散心。
皇上怎么知道你在这儿呢？我也正想问你，到底是谁泄露出去的？我也纳闷，此事只有淮阴府上区数人知道，难道是我们中间出了奸细不成？如果出了奸细，就在你们几个人中间。王爷，那您是在怀疑我了？你？不可能！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如果连你都背叛我，那天理都难容。王爷如此信任属下，李舍就是以死相谢也不为过。哼，李舍，你言重了。你我兄弟之间不必如此生分，言重了。是。王爷，那你说会是谁呢？哎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我不相信我家里会出这种人。王爷说的是。哦，对了，钟兴为什么没来？我没有叫他过来。为什么？王爷有所不知，这些日子他心神不宁。前些日子把钟离妹赠他的追风剑也搞丢了，我怕他会误事，所以没叫他来。是我把他弄成这样。算了，不说这些了，你倒说说看，我现在这个处境到底该怎么做才好？王爷，属下以为，要想躲过这一劫，只有一计。快讲。王爷，那就是借刀杀人之计。借刀杀人。哎，李舍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眼下皇后重兵包围，只有借皇上之刀，方能救王爷于重围之中啊！属下知道王爷的顾虑，然而王爷出走之后，皇上并未降旨严惩，也未诛及家人，说明皇上希望王爷回到他的身边。既然如此，属下以为，只有重新投奔到皇上麾下，吕雉慑于皇上的龙威，才不敢对王爷动手啊！不可。为何不可？皇上对我很恩宠，但他那时项庄舞剑意在沛公，属下知道，那是为了追姑娘。所以啊，这正是我不愿意屈服刘邦的原因。王爷，属下冒死相见。王爷，就算您与追姑娘两情相悦，可一旦被吕产擒获，皮之不存，毛之焉附啊！再说了，就算皇上不救，皇后不逼，王爷难道就甘愿久居人下，在这做山林隐士，日出而起，日落而息，默默无闻，庸庸碌碌一辈子吗？做山林隐士有什么不好啊？有青山作伴，美女相陪，看村姑飘马，观牧童戏水，哎，岂不是人生一大快事吗？这不是王爷。何出此言？王爷如果是平庸之辈，李舍绝不相劝，也不会苦苦追随。王爷，自秦暴政以来，天下大乱，群雄并起，王爷脱颖而出，指挥千军万马，摧城拔寨，是天下敬仰的一代英才。但是现在，为红颜女子就抛弃一切，未免让天下人一万叹息。依你之见，
我该把追妹献出去。属下以为追姑娘是个明理之人，王爷何不晓之以理呢？我开不了这口啊！让属下去跟追姑娘谈。不行，谁都不能去谈。王爷，可事到如今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呀！你我手谈一句如何？啊，王爷，这……来，陪我对弈吧！我的棋大有长进。走。我毒死你这口气！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。王爷的棋大有长进啊！王爷，这儿倒是山清水秀，景色宜人呐。没有阴谋，没有杀戮，空气清新，到处都是鸟语花香啊。可是多看几天就厌了。天天如此，山还是那些山，树还是那些树，河水永远只朝一个方向流，连太阳都从同一个地方出来，又从同一个地方掉下去。王爷，您不应该再这样消沉下去了。属下以为王爷真是该离开了。如果离开，就意味着失去追妹的话，有什么难做到？属下知道王爷与追姑娘一往情深，可是古人云：要想得之，必先与之啊。此话怎讲？春秋时期，越王勾践10年卧薪尝胆，派范蠡送美女西施取悦吴王夫差，让他贪图享受，丧失警惕，最终被越国所败。王爷何不效仿勾践，先将追姑娘送入宫中，取得皇上的信任，再图大业？再说了，皇上年事已高，而王爷青春正馥，恐怕等不到10年，王爷就可以取而代之啊！到那时，天下都是王爷的，谁还敢与王爷争夺所好呢？请订阅频道，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